你能不能给某些观众个建议啊？就是例如说，有一些人他是信某个宗教，但是他们的宗教的规定就是不能是同性恋，但是他又是同性恋，那这时候怎么办啊？这时候怎么办？就可能他家庭是非常虔诚的什么教啊，就对同性恋很排斥。今天如果你在一间公司上班，那公司的老板反对同性恋，然后因为你又是一个同性恋，那你应该做的是什么？换公司不会？对啊，很直接的，我说的比较直接一点，就是为什么你要绑在一个信念架构下去生活呢？就是你分明就违背你的心，你为什么要去做违背你的心的事情？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就是用自己的灵魂，然后灵魂用信念来体验这个世界。不过就这样子，你用什么信念都可以。但是当你违背自己的心，然后你的信念、你的状态明明就不是这样，你的灵魂状态不是这样，然后你就一直用信念强迫自己要这样，那处于一种很痛苦的状态，其实是没必要的。宗教有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信这个宗教呢？那信念有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符合这个信念而存活？对啊，对啊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跟家人的想法是相违背的，我觉得还是要跟着你的心去走，而不是按照家人的说法。因为最重要是自己的心，最重要是爱，不是外面社会或者某一些教义给你的束缚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那些东西其实跟我们的灵魂本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如果我们一切都基于爱去出发的，我觉得不需要被绑住。这个就有关，就有些人会说，要孝顺，要听长辈的话。有关这个呢，我们会再找一集来分享一下。其实宗教是这样，我今天信奉哪一个宗教都可以，也就是我接受了哪一些信念系统作为我生存的一个准则。我接受这个宗教，接受那个宗教，那每个宗教都不一样，表现出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跟我们探讨我们自己的灵魂本质，跟我们提升我们的灵性，其实是两回事，不要把它混为一谈。今天你不是加入了佛教，或者加入了基督教，或加入什么教，然后你就能够变成一个解脱的人。对啊，跟教没关系啊，你还是要真正的深入你内在，然后你真正的让自己从所有信念系统里面解脱出来，才是真正的解脱。你只要有被信念系统绑住，不管是任何一套，你就会被绑住。你要自己从内在去解脱，不是宗教能让你解脱。我想这个也跟就像学校一样啊，有些人可能会想说，如果我读名校，我可能就会变成名人。但是读名校跟变成名人是两回事啊。你读名校，你如果都没有做些什么的话，你读名校不一定是名人啊，对啊。在我们这个世界然后就对啊，你说的没错，那个宗教跟像佛教跟佛法是两回事。那我就在那边有领悟到一些我能受益的部分，吸收到一些我能受益的部分。不过我并不是很认同全部这样，因为他们说的就让我感觉好像是一定要有师父，一定要跟着他，没有他不行。那此生就是为了他而来，就让我感觉那所以我是这一世永远都不能离开师父嘛？就是我从高中，然后到30岁、40岁、50岁，我都要跟着他吗？或是直到他死为止都要跟着他？就让人感觉好像没有跟随这位师父，就好像很严重啊，然后得不到什么啊，没有安全感啊，真的有这种感觉是。这里面不就运用了我刚刚说的那两点，里面有利也有威胁啊。你不跟着师傅就会怎样，你跟着师傅就可以享受到怎样怎样怎样，不就一直在强调这两个？这两个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控制的手段，就不是告诉你说你内在才是最棒的。其实你跟随你自己内在的内心，然后你去发掘自己，你向内去内证，然后你就可以达到跟师父一样的程度，这样才是正确的。就算师父是一个很解脱的人，他也会这么告诉你，就是你跟随你内在，你去发掘你内在真正的自己。当你发现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到跟师父一样的这么美好，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是鼓励你向内去寻找，而不是叫你跟着师傅。跟着师傅干嘛？这有什么意义？然后很奇怪，是不是每个师兄姐讲的都不一样，让我有点混乱。就是有些可能师姐跟我说到目前为止跟着师傅的都没有人开悟，那结果我又听可能另一个师姐或师兄说，那个有一个人啊，刚来到师傅的座下，第一天刚听到就开悟了，然后就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样叫做开悟。就是对啊，我高中的时候对开悟的理解就是可能是
突然一夕之间领悟到很多很有智慧的事情，那叫开悟。接收了可能宇宙大智慧，然后变得更有智慧，这样叫开悟。开悟这个词很好用，因为它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一个，好像终点一样，然后好像达到这个就很了不起什么，然后就会把这个拿来运用，就你跟着师父你就会开悟，但是开悟是什么他又不讲，然后也讲的不是那么清楚什么是开悟，像我们影片就你完全不用跟着什么师傅什么，我们直接就讲开悟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然后如何才能开悟，然后直接就原本的，然后跟大家说，然后大家只要自己去按照自己的意愿，然后去寻找，然后自己去探寻，完全不用跟随什么人就是就算跟随什么我拜很虔诚的拜什么，那些都有点像一种偶像崇拜，对不对啊？没错啊。就是只是那个角色互换而已啊。这个。讲到宗教，真的就会有很多的问题，因为宗教它毕竟是一个，都是一些团体，然后里面聚集了很多人，聚集的人呢就会有人的问题嘛，然后就会有一群人，就产生一些在社会上的力量，人越多，然后就会产生越大的力量，那这个力量就可以左右很多事情，就会被拿来运用什么。其实很多事情到最后面就变成一个团体的团务这样，那跟个人真正解脱变成扯不上关系了，就变成他就变成一群人在做着一些事，然后但是这一群人又没有人真正的解脱，然后就变成说在运作一些社会，原本是在社会上运作一些结构，然后跳到宗教运作一群人的一个结构，其实变大同小异，对于解脱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这样。但是也不一定是所有宗教都是这样吧。当然不是所有宗教都这样，也不是所有团体这样，很多团体它还是以解脱为目的的，对啊。像佛教就是一个很庞大的词，但是它是不是有分很多团体？非常多，非常多，对啊，各立山头，各立山头，有些人会仇视宗教，就觉得所有宗教都是假的都。其实宗教很多，它问题不在宗教，是在人。对啊，像佛法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佛法是一个解脱的钥匙，只是古代语言适不适合在现在用，稍微要变通一下，它才会变成一把很棒的钥匙，只是这样子。那不是佛法有问题，但是如果变成人的组织，可能就有一些问题产生了。像现在新时代有很多人会说，有些宗教都是假的宗教都是一种奴役的制度什么什么的，但是实际上却很多人不懂。例如说佛教就是跟佛法不一样的，哪里不一样？哪里不一样？一个是团体，然后一个是解脱的方法。解脱的方法谁都可以学，然后谁都可以探究，然后按照解脱的方法然后来解脱。然后你以这些解脱的方法为成立了一个团体，那这个团体本身的运作又没有人看到，真的有人因为这样的解脱，然后也很少。甚至很少跟解脱相关的这些作为等等，这些都有。但是当然还是有很多是以这个解脱的方法为主，然后去集合起来，去一起探讨、一起修炼解脱的方法，这些也有。就不是每一个团体都那么按照原来的这个法去存在的这样。对啦，是这样的。对啊。但是也不一定所有团体都是偏离轨道的。没错很多都还是有在轨道上面，所以不需要对以偏概全啦。但是我们在一个宗教里面，刚刚我说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准则，就是这个宗教是让你去从现象、从信念里面解脱出来的，还是让你越来越束缚的？这个会非常的明显。如果是束缚那个，你就很自然的应该离开。因为它并不能让你成长。对啊，如果你加入一个宗教，它是让你越来越从内在信念解脱，你绝对可以依循它，你就解脱到某一个程度，你可能就发现说，这个宗教让我解脱到这样的程度之后，就不会再进步了，就不会再动。这时候你也可以离开，去寻求更解脱的宗教，或者自己去探寻都可以。就是这个非常的明显，也非常明确，把你束缚住的，你马上就可以离开了。然后让你解脱到某一种程度的，那已经没办法再下去发展了，那你也应该就另外再寻求能让你更开阔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灵性的成长就是越来越开阔，越来越开阔，让自己越来越广大，这个是一个基准。如果让你越来越束缚的，那就不是真正你内在要的。要记住，没有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个地方可以把你束缚住，你是自由的。就是你要保持
觉察。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，哎，你一定要加入这个，你一定要跟我们这一团跟上不然呢会怎样怎样怎样。至少像看我们的影片，我们都是想办法让大家从一些结构里面解放出来，不会给你灌输任何让你舒服的观念。我会说，哎，你们都是我们的信徒哦。哦，不要。对啊，就像如果你们也觉得我们把你们给束缚住了，你们可以随时不看啊。对啊，重要是你内在。对啊，就分享到这里啦，拜拜。拜拜。